你好，我是廖佩薇，今天又到我们的天使祝福卡时间。今天用的是天使疗愈卡，所以跟一些内在的疗愈都有关，所以可能你要跟自己的内在连接的部分要可能稍微多一点，你才会感觉到那种心里的舒适感，不然可能有些时候会反而会觉得很抗拒，就很多人会觉得讲什么东西啊，讲那么多就不会想看。但是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内在空间可以扩大，扩大的话你的生命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选择，不会只处在一个单一的选择项目里面，好吗？就像上次我们的天使祝福卡，我有提到所谓的恐惧，有恐惧的话就会什么都不敢动，因为恐惧，好不好？所以就会纵使咒骂老板千百回，依然没有离开，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好吗？好，我们开始来看这5张牌卡哦。慢慢的感觉，所有的卡如果都出现在你面前，那你就选5张吧，也没有关系。好，那我们从第1张开始，放下。借助大天使 Michael 的协助，放下你对你或个人天命不再有益的事物。哇，这句话真的好棒！我会发现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放下过去所有的痛苦，我觉得童年时候，除非你不感觉啦，不然华人世界的童年实际上都不是那么好过，因为父母通常会把孩子当作他自己的附属品，而没有尊重他个人的意愿，所以在童年时我们就开始学习一种就是没有自己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到长大就开始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就是我看那个1+2分之1强的一个节目，就是谈外国人的东西。我喜欢看外国人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认知会让我稍微有一些改变。有一个美国人他就说了，我还记得他是一个黑人的美国人，可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说他在学校讲1+1等于3，老师没有骂他，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会生出一个小孩等于3。他就说哦，好特别的看法，或是什么好聪明，我也忘记，但是大致是没有指责的。我相信在台湾应该就被痛扁一顿啦，或是会指责。现在不敢痛扁了，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会痛扁了，现在应该是就非常好好的规劝，或者跟父母说孩子的思想需要好好的再次改造哈。这就是我们尊重多元不同的方向的发展，也就是我常提到的，我为什么这么尊重多元成家，原因在于我没有制约说一定要谁男女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框架越少，你的束缚越少，你就越轻松。所以你愿意放下吗？放下的话，你就会有一种特质，就是可以尽快的找到你的天赋。你放下越多，你的天赋就越多，表示天使或是你自己内在已经有点急着想要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或是做什么。可是社会本来就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很多事情不同的发生？因为生命多重的体验也是很好的，越执着在同一个部分里面，那个放下的念头就越少，就更累了。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5号通灵，你天生就有能力连接到挚爱的往生者。有点感伤哈，我觉得生跟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死，所以你有天生的通灵者，可以就是可以连接他们，或许你也可以帮助别人，你天生有那个能力，但是你开启了吗？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放下，那个制约，那个种种的框框架架，如果你放下越多，这样的天赋就开启的越大。所以我从1解释到5，就是我希望它能够有这样的连结，让你知道为什么你需要放下这么多的所谓的框框架架。因为实际上有统计过，99%的恐惧都是来自于想象，好吗？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生命，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一起练习好吗？亲爱的，我相信你有这个能量。如果你选到的是3号牌书籍，
你的志业与写作、阅读、编辑及销售灵性书籍有关。亲爱的，你有没有很爱看书，或是喜欢写一些小小的作品？在我的諮商个案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很多人对自己这样的天赋是否定的。你有吗？就是我常常所以说的，对自己彻底说不。我们只是一味的看着别人的成功而产生嫉妒，或是看着别人的成功而产生自己的内在价值越来越低落，而忘记你本来就有啊，你有的，亲爱的，你在看视频的你一定有的，你有没有发现它跟相信它呢？所以抽了这张牌卡的你，记得书籍是你一个很好的发展天赋吧，不管是写书、做书，或是来自于编辑，或是各种的创造力，应该都是跟这张牌会有一些关系的。希望你可以好好运用你的天赋记得要发挥出来，不然可惜了，生命中可能就会很循规蹈矩的过着，而那循规蹈矩可能是你的家长告诉你，不是你自己的。如果你受到丝毫的话，家长在神圣的真理中，你的父母一直全心全意地爱着你，天使会协助你平复所有你与父母、母亲或父亲有关的伤痕。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华人文化里是非常紧密的。而这种天使卡是国外出来的，所以他们比较没有连接到我们华人那个集体潜意识的部分，在有关于家长这个部分，他强调所有的伤痛都会因为他们而解决，这个我倒是非常认同。我觉得家长都是爱我们的，只是说他爱的方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他的附属品，也就是你的父母对你有没有什么期待说你要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少会有父母，虽然他嘴上说我的孩子快乐就好，可是当那个周围的太太比较心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我的孩子的快乐就好就会忘记，这时候你心里就会落下那个伤痕，我好像不符合我父母的期待，我不够好。所以这时候天使会帮助你，也就是你的内在会帮助你好好的疗愈这一块，你可以的。也就是说我在前面讲的第一个放下，所以我刚刚前面才会提说，如果你5张都是，那就是你吧。记得他们是爱你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爱你，是不是你能接受的呢？就由你的心来决定，由你的感觉来决定，好吗？好。接下来最后一张，如果你抽到的是人间天使，你是一位光的工作者，来到人间传递爱，你是吗？你一定跟我说如果尤其是男生，你跟我说那什么话听不懂。男生对这方面的感受力没有那么强哈，所以如果你感受力是很强的男生，那真的是祝福你，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男性这种男生对我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因为我觉得男生有感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抽到这张牌卡，你要相信你是人间的天使，你可能可以为人间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你收到这张牌，我还是会简解到一个部分，你心里探索了吗？让你成为一个人间天使，让你成为一个光的疗愈者。我觉得放松自己，感受自己，你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包括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放松啊，家长，还有你自己的一些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天赋有关，都跟这个也会有很大的关系。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人间天使，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我们有多久没有相信周围一个新的人，或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去信任一个人，只因为他跟我只是新开始的同事，或是有多久没有相信别人对我说的某些话，开始有了防备心。当这些都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很难得轻松。偶尔放一次假好吗？所以我们放松自己好吗？慢慢来，一起练习好吗？这就是今天的天使卡，我希望天使一起祝福我们。我是廖佩薇，拜拜。